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会生活种菜。我的频道呢是关于种菜经验分享的。如果您对种菜感兴趣的话，欢迎点击视频下方的红色按钮订阅我的频道。像我们呢，不管是种菜还是种花呢，多多少少都会自己堆一些肥。像我以前呢是用塑料箱子来堆肥，我也呢使用大的废弃的花盆来堆肥，都是可以的。那么或者如果您的后院充足的空间比较大的话呢，那么也可以去买那个大的堆肥箱。那个大堆肥箱呢，基本上是最快堆肥的最小尺寸。这个堆肥呢，不但可以将咱们家庭厨余还有一些生活垃圾废物利用，而且呢还可以让我们的土壤更加的肥沃，来减少咱们购买土壤的成本。夏天呢是咱们堆肥非常好的时机。如果各方面条件都合适的话，比如说碳氮比还有这个温度和湿度都非常好的话呢，它基本上6个星期就可以堆肥完成了，就可以取下面的土用了。那夏天堆肥遇到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干性材料不够多。像我呢，就是秋天的时候收集了一些干树叶，一直留到现在还在继续使用。或者呢，您也可以用一些天然的锯末作为干性材料。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呢，那您也可以去购买那个草垛。像我去年用了一个非常大的草垛来种豌豆。那个草垛呢，就是天然的稻草，它是非常好的干性材料。那一个草垛呢，我记得大概只要10几块钱，只是它比较重。如果放在车里的话呢，可能也就能放1到2个。好了，那今天呢，我主要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样的材料是不能放在咱们这个堆肥箱里用来堆肥的。那如果这里面东西放错了的话呢，它有可能会减慢这个分解的速度，也有可能呢会引来一些病菌、真菌，甚至小动物之类的。这样的土壤呢，我们在用来种花种菜的话呢，就会引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第一大类呢，就是过期的牛奶，还有一些奶制品。我知道这些东西呢含有大量的钙，但是呢它同时含有一些蛋白质。如果放在堆肥箱里的话呢，就会引来苍蝇、蚊虫甚至老鼠。所以一般我会把过期的牛奶呢在室内就做成 EM 菌了，是不会放在这个堆肥箱里的。那第二呢，就是一些肉类，比如说我们的剩菜剩饭呢，还有就是我们在外面钓的鱼，或者是呢我们去买的过期的生肉，那这些呢都是不建议放在咱们这个堆肥箱里的，因为这个堆肥箱的空间毕竟有限。那么如果您要使用这些肉类呢，我建议呢，如果您地方比较大的话呢，可以对它们进行一个深埋，那至少要埋在1米以下的地里面，然后上面盖上土，这样呢就不会发出那种臭味引来小动物了。第三类呢，就是有病虫害的叶片。那这类叶片呢，比如说是像白粉病，甚至呢还有比如说您的叶片背面有很多的蚜虫，那剪下来之后呢，一定要丢到垃圾箱里面直接扔掉了，而不要放在这里面。因为你如果温度控制不好的话，或者是材料啊、湿度啊都没有控制好的话，很难让这里面温度达到70度，所以这些病虫害还有那个真菌啊、虫卵呢都很难被杀死。那其实我们菜地里呢，除了这些有病虫害的叶片之外呢，还有大量的叶片可以剪下来，就是平时我们在修剪叶片的时候剪下来之后放在堆肥箱里。所以不要是说把那些个别的生病的放在里面，那样就因小失大了。第4点呢，就是容易泛滥的种子，还有一些植物，比如说我们平时剪下来那些新鲜的草呢，是可以少量的放在堆肥箱里的。但是假如说您是新建了一个菜床，那么把整个草皮都连根拔起的话，那就不建议放在这个堆肥箱里了。或者是呢，还有我之前种的，比如说薄荷还有艾草，它们的繁殖能力特别的强，冬天都冻不死。所以如果您堆肥箱里的温度不合适的话呢，它们就很容易在这个堆肥箱里面泛滥了。还有一些呢，比如说一些怎么除都除不掉的杂草，甚至带有种子的，就千万不要往堆肥箱里面放。那么第5类呢，就是含有油脂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炒菜的油、过期的油，或者是呢我们的剩菜剩饭里面含有的油，都是不建议往这里面放的，因为它分解的速度非常的慢。第6呢，就是骨头，像我们平时吃饭剩下的那个骨头呢，里面可能会含有盐啊、油啊之类的东西，所以呢就是更不建议往这个堆肥箱里面放了。还有一点呢，就是这骨头呢它比较大，所以我们不可能说是去把它砸碎了吧，那样比较费时费力。像外边买的那些骨粉呢，它是用机器已经给你碾成粉了，
所以可以拿来直接使用的。像我们家庭呢，就不用说是再去凿这个骨头了，这样就太累了。那第7类呢，就是石灰。我说的石灰呢，就是生石灰、氧化钙，还有熟石灰、氢氧化钙。因为这2种东西它的碱性非常的强，就类似于你把白醋放在这个堆肥箱里，能放吗？不能放，因为它太酸了，对吧？那生石灰还有熟石灰、氧化钙和氢氧化钙呢，它们就碱性就太强了，所以都是不合适放的。那我们可以少量的放一些草木灰，还有一些石灰石，就是碳酸钙，是可以少量的放一些的。那第8呢，就是彩色的纸张。当我们缺少这个干性材料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就会用家里的一些纸把它放进去，代替那些干性材料。但是呢，很容易有一些油墨，就是带颜色的那些颜料放进去呢，都是有毒的。那我们呢，在不确定这个颜料或者是油墨它有没有毒的情况下呢，最好不要随意的往里放。像我呢，之前放那些硬纸壳呢，我都很认真的把上面那些带字的地方全都给它撕掉了。第9呢，就是木炭。这个木炭呢，大家要放的话呢，可以放一些我们买的那些天然的木炭。像我们有的时候呢，会买到就是里面含有助燃剂的那些煤球，用来烧烤。那些呢，就不建议往里面放了。或者是呢，如果我们是天然木炭，烧烤了之后呢，可能会滴下来一些油脂。那些油脂呢，有可能它没有被燃烧完全，所以呢，再放进去的话呢，也相当于在这个堆肥箱里面加入了油脂了，所以也是不建议放的。那第10呢，就是一些动物粪便，像我们平时家里养的猫啊、狗啊、鸟啊，这些粪便呢，可能会带有一些病菌，是不建议放在这个堆肥箱里的。那我们去外面买的那些牛粪土啊、羊粪土啊，它为什么能用呢？因为它们可能会经过了高温的消毒，已经杀掉了大部分的病菌和虫害，所以我们是可以买回来直接用来种菜的。那自己家里的那些动物粪便呢，你用这个堆肥箱的话，可能温度达不到，所以是不建议用来堆肥的。或者呢，如果我们自己家里养的那些，比如说小羊啊、小马呀之类的那些粪便呢，可能会含有一些草种子，又没有经过高温把它那些草种子给它去掉的话呢，也是不建议直接用来堆肥的。以上呢，就是和大家介绍的有10类东西是不能往这个堆肥箱里面放的。像我这个堆肥箱呢，现在到了夏天呢，我闻不到任何的臭味，因为我里面也是非常注意这个碳氮比的，加入了很多的干性材料，然后同时呢，也经常在里面浇水，因为夏天很容易干，浇水的话呢，也是保证它的湿度，所以它分解就会非常快。好了，希望今天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再见，拜拜。